我是个聋哑人，老公出轨被女孩子的前男友纠缠，他一时失手，错杀了对方。两个狗男女竟然想让我顶罪，甚至故意给我吃药，引起我精神分裂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我才是最后 boss。精神分裂吗？解释装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下午5点钟，老公急匆匆地打电话喊我回来，电话里老公特别急迫，搞得我也心惊胆战。回到家里，门把手扭开的一瞬间，一股腥味扑面而来，刺着我的感官。我控制不住地呕吐。梦如，你回来了。老公的声音在客厅里响起，我刚要抬头去看，余光里显现出一抹白色的身影。接着我便没有了意识，湿毛巾上不知道沾染了什么东西，我很快便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来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几个陌生人。我的老公站在门口，正担忧地朝我看来。你好，女士，我们需要你接受调查。我已经耳聋3年，在这3年里，我的语言功能也受到了影响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，支支吾吾的一句话也说不了。警官同志，我媳妇是个聋哑人，她本身就是残疾人，根本干不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们看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为首的高个子警官大手一挥，这怎么行？每个证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，更何况你太太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我被带到了警局接受调查。我们近日在一处开发地区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，根据监控排查，发现女士你驾车来到过这个地方，就在你离开不久，有人报案，我们破获了尸体。我极力地摇头，我压根不知道警官在说什么，我回到家就晕过去了。警官打开视频递了过来，监控视频显示，我确实下午5点多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开车来到滨海地区，到了山上之后，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上山，过了1个小时才从山上下来。视频内容就此中断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面坐着2个警官，一个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的在记录，另一个一身正气，目光凌厉，刚正不阿。我在纸上写下，麻烦让我再看一遍视频。我接过视频，仔仔细细来来回回的看，视频里的女孩外表上和我一模一样，连衣服都是我现在正在穿的衣服，只是里面的女孩戴着帽子，只能看到脸型，看不到具体的五官，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和我也太像了。我记忆产生了错乱，里面的人真的是我吗？为什么我毫无印象？我在纸上写道，对不起，我不确定监控，那个人是不是我没印象我开车去过山上。正在记录的4眼警官直接冷哼一声，不屑地看着我。他旁边的男人开口了，视频还能作假吗？这个视频连你的丈夫也证实了确实是你，里面的女人穿着你的衣服，和你有一样的身高体重，外表头发哪都一模一样，你还想狡辩吗？4眼警官迎合地点了点头，义愤填膺地瞪着我。我绞尽脑汁地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只记得老公让我回家，回家后我被迷昏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又怎么会出门呢？由于我是残疾人，脑子一直不清醒，审讯中断。老公来看我了。梦如，你还好吧？你吓死我了。老公一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询问。我们结婚这3年来，他一直对我很好。我在他面前语言功能还算不错，因为比较亲近，能够简单说几句话。那天我回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一回家怎么就晕了呢？老公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开始比划手语。什么时候回家？
我昨天下午喊你回来，本来想给你送周年礼物的，可是左等右等你也不回来，我临时接了电话，就去加班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12点多了。那时候你都睡了，我也没打扰你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那周年礼物呢？我醒来可没看见周年礼物。老公继续比划，早上还没起床，警方就来了，说经过搜查发现你与一起案件有关。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说话，就被带来这里了。老公担忧地看着我，一脸温情，他拍拍我的头，抱着我，比划手语。你怎么了，梦如？是最近病情又加重了吗？都怪我，上班时间太忙，没有好好的关心你。你放心，我给你申请医生，开鉴定证明。我不知道老公用了什么手段，我在看守所里待了1天，就被放回家了。从警局出去的时候，审问我的警官目光犀利地盯着我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仿佛要把我射穿。我拉了一下老公的衣角，老公，我害怕。那警官眼神顿时一亮，快步跑过来，挡在我们面前，冰凉的话语从头顶传来，不是说是聋哑人吗？怎么这回会说话了？老公急忙把我护住，解释道，我妻子本来是出意外耳朵丧失听力，后来语言功能基本也丧失了，但是只有在亲近的人面前才可以说话。目前为止，她只能和我还有我岳母讲话。警官抿着嘴唇看着我们，直勾勾地盯着丈夫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破绽，但是他很快放弃了。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刑警，我姓江，单名一个路，这几天可能还会喊你们来配合调查，请你记住，你太太现在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人，只要我们找到关键证据，一定会尽快破案。姓江的警官丢下名片就走了，丈夫可能是因为太过紧张，握着我的手心都出了汗。我摇摇手，试图将老公的思维拉回来。老公拉着我一言不发，回到家中。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我从警局里弄出来的？从监控视频来看，我确实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。你是残疾人，因为抑郁病情加重，思维活动出现了混乱。我找精神医院的医生给你开了鉴定证明，结果显示你有精神分裂，你自己可能都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了。我不敢相信老公的手语，我更不想相信我的病情竟然已经如此严重。我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感觉自己除了不能正常与人交流，没什么问题呀。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。这几年来，我最痛恨听到的就是关于我病情加重的信息。老公揉揉我的头，从手机里拿出了最近的鉴定报告，又从抽屉里拿出我常常吃的药。报告显示，我已经确诊精神分裂半年之久，而我这半年来吃的药也一直在控制病情。我一直以为我吃的是关于修复聋哑的药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接受不了现实。那在我精神分裂、控制不住自己的这段时间，我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？我昨天为什么要带着行李箱去山上？我疲惫不堪，不愿再多说话，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。老公无可奈何，让我不要再多想了。精神病是不会被判刑的。你既然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按照法律来讲，那和你没关系了。精神病是不会承担责任的，你不要再多想了。我头痛欲裂，没精力想下去，只好接受老公的建议，早早吃完药就睡下了。晚上睡梦中，我迷迷糊糊听见客厅有响动，我精神紧绷，立马精神了。我不确定自己的精神是不是正常状态，但是我知道我现在非常清醒。客厅里老公疲惫不堪的声音传来，
平日里温柔待我的老公，这会正言辞激烈的和另一个争吵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白乐，你别操心了，我已经给他吃了药，他自己都相信自己得了精神病，你还是老老实实躲起来吧，别让警方再发现什么踪迹。你还好意思怪我？要不是你，那个男人能来我家吗？要不是我刚好有个聋哑人的老婆，你我现在都完蛋了。我将门开了一个小缝，留意着外面的一举一动。因为我实在不相信自己得了精神分裂，所以晚上老公给我的药我也没有吃，悄悄扔在了垃圾桶里。我心惊胆战地回到床上躺好，被子盖好，可是我却睡不着了。电话里提到的名字白乐，我可太熟悉了，那是我老公的初恋白月光。老公在大学时暗恋白月，会开个小号在表白墙上给她表白。我当时和他同时忙着一个实验，无意中看到了他的小号，于是发现了他在小号里记录的自己的暗恋史。当时我难受极了，只能开一个小号，充了超级会员，每天偷窥他的暗恋史。老公名字叫谢修田，他的小号名字叫修田爱小乐。谢修田暗恋了白乐2年，我偷窥了他的暗恋史2年，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直到大3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的命运才产生了交集，3条直线汇集成一个点。白乐的爸爸是个醉鬼，闹到学校来问白乐要钱，搞得白月非常难堪。白月对他父亲怀恨在心，于是结识了酒吧里的一个混混头子，他和那个混混谈恋爱、睡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希望混混把他爸狠狠揍一顿。混混被白乐迷得神魂颠倒，一时头热发热也同意了。后来下手太重，一不小心闹出了人命，混混头子被关在监狱里。白乐趁机脱身，和混混划清界限。可是混混的兄弟们不甘心，在学校门口堵着白乐，让他给老大一个交代。当时我和谢修田正在实验室做实验，不知谁在群里说了一句：“白月女神被混混堵在学校门口。”修田听了之后就疯了一样跑出去，我怕他出事，也赶紧追上去。没想到到门口发现白乐已经不知所踪，只有修田一个人在挨打。我迅速报了警，眼看着混混拿着冒着火花的轮胎要往修田身上打，我脑子一嗡，直接毫不犹豫替他挡了下来。之后我就变成了聋子。白乐退学，谢修田因为对我的愧疚，在大学一毕业就娶了我。我们恋爱2年，结婚3年，在一起整整5年了。他对我一直很呵护，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我能再次从他耳中听到关于白乐的消息。我顿时心如刀割，轮胎砸到我耳朵上的情景马上又浮现出来，我感觉呼吸不过来了。就在我难受至极的时候，谢修田回卧室里了，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我的心脏抑制不住的跳动。他每走一步，我的心就跳一下；他停下来，我的心也不敢跳了。最终，他背靠着我在我身边躺下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抱过我睡。可是大学的时候，他在他的暗恋日记里写着，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相拥而眠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从身后抱着他，就像抱着自己的未来，很幸福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我不配罢了。我一夜未眠，等谢修田起来了之后我才起。客厅里放着三明治和我白天要吃的药。我联想起昨晚谢修田的电话，不敢再吃药了。药是白色的药片，肉眼看不出品种，我只好拿去检测。一路上总感觉有人跟踪我，想来大概是警官吧。脑海里浮现出昨天警局里见到的面孔，
不知为什么，他让我感觉非常可靠。也好，有警官跟着，至少我暂时是安全的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当时我回家后，在屋子里闻到一股浓重的腥味，令人恶心，生理不适，不是简单牲畜的味道。我用白醋和白酒混合，顺着地板泼下去，上面浮现出了我不敢想象的痕迹，血，都是血。联想到受害者是男人，我感觉血迹能够依稀辨别出这里曾经有个男人遇害。我心脏要跳出来了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甚至连血迹也不敢看了。我赶紧处理完现场，把屋子里恢复原样，又撒了很多香水，点上香薰，掩盖住屋子里的味道。等我平息下来，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的联系，白乐和我，谢修田，我们三个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谢修田会说，要不是因为我是聋哑人，他们两个早就完蛋了呢？我打开昨天晚上的录音，用翻译软件来翻译上面的话语，一字一句进行斟酌。一个大胆、不可思议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，我甚至不敢相信。可是众多的猜测与疑点将我引向一个我不敢触碰的禁忌。我是个聋哑人，而且还被确诊为精神病，我不知道警官是否会相信我的话。我忐忑不安地给江路刑警打电话，可是我却开不了口，只好发短信约刑警来家里。左等右等，没想到等来的不是警方，而是谢修田。我现在一见到谢修田，只感觉头皮发麻，我不自觉地后退一步。谢修田看到了我的举动，眉头一愣，眼神晦暗莫测。你怎么私下联系刑警呢？我心里大惊，原来我的一举一动他是知道的。你忘了吗？因为你病情的原因，半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我和你的手机绑定了，你往外打的电话发的信息我都能看见的。他走上前，眼神直直地盯着我，比划手语，你看，你又不乖，明明总是忘记事情，这个样子怎么能和刑警交谈呢？那帮警官巴不得你现在认罪，好快点结案呢。我不断地摇头，开始后退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没病，我没病对吗？我是个正常人。别傻了，梦如，半年前开始你就不是正常人了。半年前，谢修田带我去了一趟医院，做了一大堆价格昂贵的检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告诉我，为了我的病情，需要重新换药，改变治疗方案。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被迫换药了。可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些药是否对我有用。我看着面前这张面孔，感觉他脸上贴了一层皮，带着极大的伪装。你忘了你的妈妈了吗？自从你病后，她每天以泪洗面。你现在只需要乖乖听我的，过段时间这些警官就都不来了，要不然我不确定你妈妈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平静的几句话，彻底把我打进深渊。我没了挣扎的底气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是个聋哑人，我需要依靠他。我开始按照谢修田的指令做事。江路刑警很快就来了，是谢修田去开的门。谢修田深吸了一口气，缓慢将门打开。刑警来了2个人，直接长话短说。你太太给我发消息说，对于案子有新的线索。谢修田不自觉捏紧了拳头，强忍着点点头。我拿起笔，将谢修田给我安排的话语写上去。我最近总是做梦，晚上还会梦游，我感觉自己的精神越来越不好了，请警方快速办案，我要治疗我的疾病。姓江的刑警很生气，心腔起伏着，这就是你说的线索。我低头不语，谢修田替我辩解，不好意思，警官同志，我太太已经残疾5年了，
在这5年内受尽了白眼与嘲笑，病情不断加重。警方办案的话，还是要讲究直接证据。当天下午只是发现我太太拿了行李箱上山，可是行李箱却不见了，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行李箱里就是受害者。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，我太太是无罪的。我把手机打开，用语音识别，可以快速了解两人的谈话。江路刑警冷哼一声：“你这么了解你太太，那你知道那个行李箱在哪吗？”谢修田脸色一片煞白，语速吞吞吐吐，4、5秒之后，仿佛才把自己的舌头捋直。我哪知道，当时我去公司了。你有不在场证明吗？刑警咄咄逼人。我看到谢修田不断地掐自己的大腿，那是他紧张时惯用的动作。察觉到我在盯着他，他很快移开了。气嘟嘟地和刑警吵架。当然有，你可以和我同事打电话。刑警记下了号码，就打算走了。我们2人同时松一口气。就在刑警出门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拿着桌上的茅台，打算给刑警倒杯酒喝。可是我晃晃悠悠的，不小心把酒杯弄洒了，酒洒到地上，和上面没有清理干净的白醋发生化学反应。隐藏在地下的血迹顿时变得有痕迹了。谢修田首先看到了，他立马来到痕迹面前，踩到上面，可是为时已晚喽，对面可是身经百战的刑警。我们2人被带到了警局，家里也被封锁了。我们是分开被审问的。我想谢修田大概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，我也不敢贸然开口。不知道事情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，就一直装疯卖傻，蒙混过去，一句话一个字也蹦不出来。最后，江路刑警一把桌子，直接出门了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他又重新进来了，将材料在我面前摊开。你的丈夫全都交代了。他跟我叙述了整件事情。谢修田半年前无意间得到了白月的联系方式，他本身就暗恋白月，2人很快就在一起来。可是，在这半年来，白乐的前男友总是来骚扰谢修田和白乐，甚至还要前来威胁。那天甚至找到了家里。你的丈夫告诉我们说，本来那天是你和他的结婚周年日，他想买好礼物等你回来的。可是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你已经将白乐的前男友，就是陆远杀了。当时你披头散发，胡言乱语，嘴里一直喊着陆远要强迫你，所以你丈夫灵机一动，就给你出了主意，让你去抛尸。他说完顿了顿，这些你可记得？我摇摇头，不记得，这和我记忆里的内容不一样。当时我回家，分明记得有一个人用毛巾捂住我，后来我就晕倒了。而我回家的时候，谢修田分明是在家的。这些事情我没有和警方说，我一时接受不了自己老公出轨的事实，很快便晕了过去。我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醒来的，身边围了几个穿着警服的男人。江路告诉我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我。如果我再不进行辩解的话，那就只能按照流程判刑了。我提出一个请求，我要见我的闺蜜，她同时也是律师，是我在此阶段唯一可以见的人。闺蜜吴允一见面就小心翼翼将东西打开，那是我家的视频。视频的起点显示，白乐和谢修田在屋里恩爱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敲门声响起，一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。他情绪非常激动，直接拿起桌子凳子暴打2人。在争执的过程中，谢修田为了保护白乐，用水果刀刺穿了男人。后来白月还不解气，又朝男人身上捅了几刀，男人这才不挣扎了。2人杀了人，
互相依偎在一起商量对策。视频里，白乐突然问谢修田：“你那个老婆不是残疾人吗？又不会说话，又听不见吗？你这半年不是还给她吃了引起精神错乱的药吗？何不栽赃给她？反正精神病也不会被判刑。”闺蜜看完监控，气得直飙脏话：“我靠，这谢修田还是人吗？被人家捉去，杀了人竟然想着栽赃给自己老婆。还有那女的刚刚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半年来一直在吃引起精神错乱的药吗？”我莞尔一笑，开口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我对自己的病情可是非常了解的。”闺蜜不可思议地盯着我，像看见鬼一样：“你竟然会说话了？等等，你刚刚能听见我说话吗？”从视频开始，我就没有打开语言翻译软件。是的，我可以听见声音了。我不是个聋哑人，我是个正常人了。那是更早的时间，大约1年前，我无意间看到谢修田当初暗恋白乐的那个小号更新：“你回来找我了，可是我已经有妻子了，但是我不喜欢他，他是个废人，又聋又哑。当时我是看他可怜才娶的他，你才是我的唯一。”当时的我还沉浸在谢修田的温柔乡里，完全没想到谢修田会在背后给我如此决绝的诅咒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报复他们两个。就是因为这两人，我才变得又聋又哑。我怎么可能让他们两个那么好受呢？我开始在家里安装监控，非常隐蔽，谢修田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。半年前，谢修田的小号更新：“我终于再一次拥有你了。”配图是酒店的照片，2个人躺在床上的照片。我心里那叫一个恨呀！第2天，谢修田带我去检查，竟然还看了精神科。医生胡言乱语，试图引导我。我是清楚自己的病情的，我没有被医生混淆。之后，我就用维生素代替了谢修田给我准备的药片，他一直没有发现。每天含情脉脉地给我拿我，看着我吞下维生素。我要求我的律师来帮我辩护，但是我们还不打算把监控交出来，要等那个最重要的人物出现。5年前，因为他我变成了残疾人，如今又是因为他，我的丈夫离我而去，他应该付出代价。我告诉了江路，我的精神鉴定报告有问题，请求重新鉴定，并且交出了1个月前的体检报告，上面显示完全正常。流程批下来了，是江路陪着我重新做了鉴定，很明显我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你为什么长时间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？江路看着鉴定报告不解地看着我。那是我丈夫以为的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实际上我一片都没有吃。在半年前，我就将家里所有的药换成维生素了。这件事，你丈夫知道吗？我摇摇头。因为精神鉴定没有问题，我就不能被特殊对待了。之前因为精神疾病耽误下来的案件，也要有新的进展。我看到4眼仔警官很明显松了一口气。你为什么要涉险告诉我们你是个正常人？你可知道这样对你是不利的？目前所有的证据指向你是唯一的嫌疑人，可没有精神疾病给你开脱了。我舒展自己的笑容，我不需要开脱，因为我根本没罪。我交代了当天下午我回家之后的事情。当时谢修田分明在家，屋子里有浓重的腥味，我被人从身后迷昏，之后昏迷不醒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丈夫和别人联手来陷害你？我点点头。警方的办案效率很高，很快就拿到了我家的监控，虽然只有屋子外面的，但是足够了。至少谢修田的不在场证明被推翻了。案件直接反转，谢修田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我在看守所里见到了白乐，
没想到你还挺聪明，竟然一直没吃药，吃的是维生素。我眨巴眨巴眼睛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他很明显非常慌乱，指着我大叫：你竟然能听见我说话，你不是聋哑人。记忆回到3个月前，当时我在谢修田的手机上发现了他们2人的信息，于是提前潜入进去，安装了摄像头，晚上再将2人的视频发给白乐当时的男朋友陆远。当天晚上就杀过来了，但是被我拦住了，我们发生了冲突，我的头撞到了墙上，刹那间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。我发现我可以听见声音了，这样说来，我能恢复回来有你一半的功劳。白乐在对面咬牙切齿：你怎么会认识陆远？你这个贱人，肯定是你挑破离间。我就说我一直隐藏的那么好，怎么会被发现了？是你害了我。白乐因为情绪激动，被江路拖了出去。我留下一句意有所指的话：是吗？我害了你吗？可是陆远也没想到，最后对自己痛下杀手的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江路一下就抓到了重点，他深深地看着我，我越过他，挑衅地看向他手里的白乐。没想到吧？只有我知道吧？到底谁才是最后的凶手？他大概觉得这个秘密会一直埋藏下去吧。江路很快就来对我再次进行审问，请把你所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，案件要紧。我并不想现在就下底牌，我想知道谢修田对白乐的感情到底有多深，他究竟能不能为了爱情帮助白月掩盖住杀人的秘密，替白乐顶嘴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承认你很聪明，连聋哑都骗过了我们，但是现在案件要紧，请你务必配合，否则会对你不利。我并不吃这一套。我有所保留地往外透露信息。我当时回家的时候，屋子里的腥味非常大，我可以肯定，当时他们还没有处理完毕。但是谢修田的衣服确实非常干净的，污渍没有沾染上去，这是个疑点。江路风风火火地带着手下走了。不久后，他来告诉我，谢修田全都招了，没有不在场证明，经不住刑警队的连番审讯，终于招了。他说他是凶手了吗？这是我最关心的一点。他不算直接凶手，他用水果刀捅了1次，受害人当时应该还没有毙命，是白乐又上去补了几刀，所以谢修田不算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。看来谢修田的爱情也不是坚不可摧嘛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我最终把家里的视频给了警方，直接把2人锤死在坑底。我被放出来了，在案子判决之后，我分别去见了2人。我告诉白月关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耳朵是因为你聋的吗？当时谢修田好喜欢你呀，他为了救你，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我当时也傻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害了自己。我平静地叙述着我的事情，可是谢修田最后还是娶了我。这几年他一直对我很好，直到1年前你的出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假的。你们瞒着我频繁的交往，甚至给我下药，把我当作精神病。我当时真是恨死你们了。我要报复你们，所以我联系了你的男朋友，给他发了你们2个的视频。陆远起初知道的时候，本来要砍死你们的，是我拦下他了。我觉得那样对你们太美好了，你们应该受尽折磨而死才对。我给他出了主意，告诉他谢修田有钱。我知道谢修田是个一毛不拔的人，我想看看他能够忍多久。可是没想到呀，你那个男朋友也是个神经大条，到最后竟然不听我的命令，擅自行动，害得自己丢了性命。白乐在对面声嘶力竭地哭喊，
骂我是个贱人，我只感觉非常解气。见完白乐之后，我去见了谢修田。我并不掩饰自己，开口说话：“好久不见。”看着他瞬间老了10岁，我感到非常开心解气。听警官说，最后的关键证据是你提交的。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说道：“对呀，我在家里装了摄像头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他夸张的面部表情正中我下怀。我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当时你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就在家对面的酒店里看着监控，我看到了你们商量的一切计划。当时决定将计就计，看看你们能伪装多久。江路面目狰红，胳膊上青筋突起，呲着嘴朝我怒吼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个聋哑人，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反过来害我！当初是我不嫌弃你娶了你的。”看着他这种颠倒黑白的态度，我就恶心。我为什么变成残疾人？难道不是你害的吗？你知道，当我耳朵听到的那天，你在和白月在干嘛？我当时激动坏了，很想告诉你我听见了，可是你在和另外一个女人缠绵。第二天早上，你还记得你对我比划的手语吗？你比划的是我爱你，可是你嘴里说的却是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当时应该没想到我能听到吧？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诅咒我，厌恶我。你还记得你的那个肮脏的小号吗？修田爱小乐，这么多年竟然还留着。更新，你对我好，我怎么感受不到？我永远也忘记不了，当时我听力恢复的第2天，谢修田早上给我热了牛奶，用手语比划着：“老婆，我爱你。”可是他的嘴里说的却是：“你怎么不去死？”当时所有的爱意全部消失殆尽，只剩下报复。谢修田和白乐最终都被判了刑。我是谢修田的唯一法定继承人，他的财产全部收归我的名下。我给他父母留了1/3，剩下的在海南买了房子和民宿，和我妈妈住在一块，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定时去体检，检查身体，检查耳朵情况，在高额的治疗费下，恢复得越来越好。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耳朵是可以治好的。只是谢修田心疼钱，瞒着我不给我治。现在我拿着他的钱，毫不犹豫为自己治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